或许只有内心孤独到极致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这本豆瓣9分的神作。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·黑塞的《荒原狼》。这本书把精神内耗、社交恐惧、人格分裂刻画得深入骨髓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并非只是某个人的怪癖，而是时代本身的顽疾，是作者那一代人甚至每一代人共有的精神危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时代背景。《荒原狼》创作于1927年，刚好处于一战后、二战前的这段时期。时代的巨变本身就对这个德国中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而且他发现战争带来的惨痛代价并没有让这个国家汲取教训。相反，内战爆发导致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，报纸却还在煽动复仇情绪。这对人道主义的黑塞来说是极为残暴和黑暗的。他挺身而出，毅然表明自己的反战立场。结果也毫不意外，他遭到了媒体的猛烈攻击。一时间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叛国贼，再加上父亲离世、婚姻破裂、朋友反目，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甚至多次企图通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。在生活和精神的至暗时刻，黑塞并没有因此毁灭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巅峰之作《荒原狼》完成了自我救赎。正如他说的，荒原狼的故事虽然是疾病和危机，但他描写的并不是毁灭，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机，恰恰相反，他描写的是疗愈。小说内容很简单，主人公哈利·哈勒尔其实就是作者本人，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人，在一段颇具奇幻色彩的经历后成功自我救赎的故事。哈利是一位患有痛风的中年作家，在旁观者看来，他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，是个时而温暖时而冷漠的怪人。他自己也确实讨厌世俗生活，经常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，很少与人沟通，独自承受着不被世人理解的精神痛苦。这一天，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名为《荒原狼研究》的小册子，顿觉大梦初醒。他发现自己就像小册子所说的那样，是一头人性与狼性并存的荒原狼。正是因为哈利身上藏着相互对立、彼此纠缠的两种灵魂，才造成了这个中年男人的精神危机。随后他参加了一场聚会，但他发现与会者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，自己的反战言论遭到了所有人的斥责，这也让他感到更加孤独，甚至想要通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。回家路上偶然遇到了酒吧女郎赫尔敏娜，一番交谈之后，他仿佛找到了知己，情到深处，二人还来了场鱼水之欢。他也找到了用音乐平衡人性与狼性的方法。随后赫尔敏娜又介绍音乐人帕波罗给他认识，这个帕波罗也成为哈利重要的精神导师。他把哈利带到了魔剧院，魔剧院的情节堪称本书的封神之处，很多读者认为这一段是黑塞嗑药之后写出来的。在这个只为狂人而设的魔剧院里，他见到了无数个哈利，这一点咱们后面再来分析。最后当他撞见赫尔敏娜跟帕波罗亲近时，便狼性大发，将赫尔敏娜杀死，而自己也得到了永生不死的惩罚。你看，故事就是这样，几百字就能交代清楚的小说，怎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？怎么能成为20世纪60年代欧美青年的必读之书？又怎么能被誉为现代人内耗的精神良药呢？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正如书中的一句话，如果我在其中读到的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滋生的病态幻想，其作者只是个可怜的精神病人，那么我会对与他人分享这些内容感到犹豫不决。为了更好地理解黑塞表达的思想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4种原型。其实黑塞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荣格心理学说的影响下创作的。黑塞甚至曾在一封信里写过，告诉荣格荒原狼向他问好。这4种原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每个人的原始人格，包括人格面具、阴影、阿尼玛和阿尼姆斯、自性。人格面具就是我们对外界表现出来的样子，哈利温和的一面就是人格面具的作用，它可以降低社会性焦虑。阴影大家应该看出来了，就是隐藏在人格面具下原始的动物性的一面，也就是荒原狼。阿尼玛是男性心灵里的女性成分，反过来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灵里的男性成分。前面咱们提到的赫尔敏娜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名字跟作者赫尔曼的名字很像？显然这个知己就是哈利的阿尼玛。最后自省是协调其他人格的原型，让人们达到自我实现的统一整体。哈利崇拜的歌德、莫扎特以及精神导师帕波罗都是哈利的自性。这样一来我们就好理解整个故事了，也能读懂哈利是如何一步步自我救赎的。第一阶段，不可协调的二元性矛盾。一方面哈利渴望城市生活，主动选择在街角小巷的阁楼里租住下来，一方面又不愿与世俗环境同流合污，讨厌一味追求享乐的浅薄生活。他尽力把狼性隐藏在内心的阴影处，但他古怪的生活方式处处透露出狼性的影子。不仅如此，书中很多地方也多次体现出二元性矛盾，比如虽然把赫尔敏娜视为知己，最后却杀了他；虽然把歌德当成偶像，却在梦里跟他吵了一架；
现在咱们知道，赫尔敏娜、歌德都是哈利原型的一种，也就是说本质上还是哈利自己的矛盾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精神分裂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二元性，比如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想法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也不需要别人理解。虽然某些时候确实想找个人倾诉，不过最终还是选择自我消化。所以大部分人都能在哈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而且二元性矛盾越深，也越能对本书产生共鸣。第二阶段，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。人性和狼性只有对立吗？在哈利无法自我和解的时候，他遇到了赫尔敏娜，也就是自己原型中的阿尼玛。二人的交谈也解开了哈利的心结。哈利说自己向往高尚的精神生活，对粗俗的现实感到不满。他哀叹自己已经努力生活了，却还是这么痛苦。但赫尔敏娜却建议哈利学习跳舞，并用一句话点醒了他：你连舞都不想跳，怎么能说已经做出极大努力去生活呢？之前在平衡人性和狼性时，哈利选择的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抽烟、喝酒，甚至自杀。说到底不是在平衡，而是在逃避，因为他一直在人性和狼性之间拉扯，掉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陷阱中。选择做人就要跟世俗同流合污，跟高尚的精神追求告别；选择做狼就要脱离人类社会，在阴暗深处孤独致死。这种选择显然过于简单了。哈利自己定义了黑白对错这种二元性矛盾，然后又下意识地把自己囚禁其中。道德经中有一句话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就是说，假如所有人都有美的标准，丑就会现形；所有人都有善的标准，恶也就出现了。所以这种泾渭分明的状态其实是远离道的，是无法调和的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道家思想怎么跟德国文学联系上了？其实1870年道德经就传入了德国，而且对很多德国文学家影响很大。黑塞的在轮下、悉达多以及这本荒原狼都受到了老子的影响。第三阶段，不止二元的多重自我。跳出二元思维的陷阱后，哈利被帕布罗，也就是他原型中的自性，带到了魔剧院。之所以这一段能够封神，正是因为突破了二元性，意识到人格不是只有人性和狼性。帕布罗让哈利脱下了人格面具，也就意味着哈利摆脱了被世俗定义的用来掩饰自我的表面假象，开始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接受每一种人格。在魔剧院的镜子里，他看到了第二个哈利从他身上分裂出来，接着第三个、第10个，越来越多，老的、少的，活泼的、严肃的，认真的、滑稽的，衣着光鲜的，衣衫褴褛的。无数个哈利在魔剧院里上演了一出关系复杂的人生喜剧，而这个过程或许也是无数个自我彼此和解的过程。哈利的二元性在这里被推翻并重建，他体验了用枪射击车辆的游戏，而且竟然感受到了射击的快感。要知道，他可是明确反战的。接着进入人格重建指引之门，学会了如何把多重人格像棋子一样排列组合，形成不同的人生场景。最后还观看了驯服荒原狼的表演，又似乎懂得了如何让每一种人格对自己言听计从。第四阶段，用幽默接受每一种人格。在杀死哈尔敏娜之后，帕布罗以永生不死来惩罚哈利，这个决定对应了前面哈利多次想要通过自杀来摆脱一切的想法，也让他意识到自杀只不过是荒诞的懦夫行为。那如何平衡多重自我，解决精神危机呢？就要提到哈利的自性，也就是歌德、莫扎特和帕布罗。歌德、莫扎特在哈利看来是不朽者，代表着德国文化精神领域不可替代的高峰。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哈利对不朽者的认知存在着严重的偏差。他多次与歌德、莫扎特接触，但每次发生的事情都很不严肃，甚至可以用啼笑皆非来形容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黑塞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。不朽者是幽默的，是会笑的。假如哈利只想成为自己想象中的不朽者，高高在上，脱离世俗，那他的人性是不可能与狼性达成和解的。在魔剧院中，哈利真正走进了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也认识到魔剧院的一切只是他的心理投射。在这里，他可以成为杀人狂、暴力者，也可以向往恋爱，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而这都取决于自己如何下多重人格这盘棋。就像本书结尾时说的，我终究会将这棋子游戏玩得更好，我终究也将学会笑。帕布罗在等我，莫扎特在等我。荒原狼之所以能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，就是因为书中的哈利·哈勒不仅是作者黑塞的影子，每个孤独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。生活中有一些人，也包括我们自己，都会陷入荒原狼式的矛盾中，不愿被社会定义和塑造，也觉得没人能理解我们。内外的不平衡就会产生社恐、孤独、内耗的痛苦。不过荒原狼也给我们开出了绝佳的药方——幽默。它能让我们直面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，
也能以局外人的角度发现和解决精神上的痛苦，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。就像黑塞说的，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，但它们会让你成为你自己。韩国一位老人每天把别人丢弃的垃圾收集到家中，一些老年人喜欢捡垃圾补贴家用也算正常，但不正常的是，这位老人的2层小楼竟然囤积了整整150吨垃圾。起居只能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进出也只能从垃圾山里爬上爬下。老人并没有强迫性囤积症，也不是以回收垃圾为生，他做这一切的原因令人心酸不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2021年，韩国一档节目收到了一些居民的求助，说他们邻居的家中堆满了垃圾，希望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。节目组到达现场后，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，2层的小楼基本被掩埋，如果不是红瓦屋顶，很难看出垃圾山下还藏着一栋房子。震惊之余，一位老人蹒跚着从2楼窗户大小的洞口中爬了出来。经过节目组努力，老人接受了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名叫崔洪植，75岁，有个老伴儿。他收集的宝贝都是别人丢弃的东西，但他并不以捡垃圾为生，只是放到家里囤着。但为什么囤，老人并没有告知。随后，节目组得到崔洪植的同意进屋参观，即便有了心理准备，记者还是被吓到了。院内堆满了垃圾，完全没有下脚的地儿，跌跌撞撞爬到屋内，巨大的灰尘和刺鼻的臭味又让记者不停地咳嗽。屋里的垃圾从1层堆到2层，一直顶到天花板。除了目之所及捡垃圾的震惊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人三观炸裂，也揭开了老人囤积垃圾背后的故事。参观期间，垃圾堆里传来了奇怪的动静，接着一位肥硕的中年男子探出头来，嘴里还说着逻辑不清的话。原来他是崔洪植的儿子崔永宗，他并没有智力问题，而且还上过大学，只是毕业后就一直家里蹲，不工作不社交，上一次出门还是1年前。这就是崔洪植疯狂捡垃圾的原因，他需要养活这个40岁的巨婴。崔洪植担心自己离世后儿子生活无法自理，就囤着这些垃圾，以便让他走投无路之时还能靠卖废品为生。父亲用心良苦，儿子却不领情，甘心啃老，躲在屋里做一个温室里的垃圾。经过一番沟通，老人终于同意清理垃圾。结果226名志愿者经过1个星期的努力，才把150吨垃圾清理干净。房子变干净了，但崔永宗头脑里的垃圾什么时候才能变干净呢？这或许才是最难清理。在韩国，跟崔永宗一样的啃老族不在少数。据韩联社报道，截止2020年11月，韩国20岁以上人口4156.8万人，其中靠父母生活的啃老族达到314万，也就是每13人就有1人啃老。而且30到49岁之间的啃老族也高达65万人。这个年龄段结婚早点的孩子都能出门打工了，他们却还在啃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父母。啃老不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，反倒衍生出新的问题。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，但65岁以上老人的就业率高达 34.1%， 超420万老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，求职数量甚至超过了20来岁的毕业生。在中国同样有一群类似的人，豆瓣有个名叫家里蹲自救同盟的小组，目前57200组员，他们互称蹲友，有的是因为社会压力，有的是不愿与人交往，还有的单纯是不想工作，结果都选择长时间待在家里。除了一些学历低、求职受挫的蹲友外，有些蹲友的学历并不低，甚至还有文科硕士，蹲龄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。一位40岁的蹲友竟然在家待了21年。不过既然小组的名称是自救同盟，大部分蹲友也希望通过社会的关注和自己的努力能够成功脱蹲，因为他们也清楚这种状态看不到未来和希望，也为长时间消耗自己和家人而感到羞愧和罪恶。很多蹲友在积极的自我救赎，有的会记录自己找工作的过程，有的会贴上自己做外卖的收入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们都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。但也有一群人，他们自称蹲子，同样是待在家里不工作，但不同的是他们甘愿如此，甚至把啃老当成是一种骄傲。下面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三观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在某个贴吧，一些人分享自己啃老的经历，言语间满满的理所当然和有恃无恐。他们称父母是老东西、老家伙，把伸手要钱戏称为抱金币，甚至能说出父母不贤君体全这样的话。还有人俨然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，仿佛看透了社会运作的本质，工作就是被资本家剥削，不工作才是人间清醒。比如这个帖子，你们没劳肯，你们就是在酸我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玩手机，吃饭顿顿有肉，一辈子不打工，就是花父母的钱，劳动可耻。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头脑和四肢都健在的成年人说出的话。如果你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家里有矿，有条件啃，那就错了。很多人的父母只是工薪阶层，
甚至还有以种地为生的农民。一个女孩因为妈妈不给自己买苹果手机离家出走，最后妈妈只能把家里的牛卖掉换了5000块钱。可即便如此，女孩也并没有心疼妈妈，只觉得老东西的金币没报够。他们像寄生虫一样吮吸着父母的鲜血。看到最后，我甚至怀疑这些人是真的三观不正，还是单纯的哗众取宠。当然我宁愿是后者，因为我实在不忍想象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对本可以安享晚年，却还要为巨婴孩子疲于奔命的父母。除此之外，一种新型啃老也逐渐兴起，颇有泛滥之势。它不像传统啃老那么直接，而是打着努力的幌子行啃老之实。这个幌子可能是长期备战、考研、考公，注意是长期备战，少则3年，长则没边。也可能是觉得实力不允许自己打工，一门心思要创业挣大钱。有了这些借口，他们要钱也义正言辞，因为父母都愿意为孩子的伤心买单。我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，但发展一直不顺，一气之下辞职考公。起初还挺努力，但可能是目标太高，运气不好，一直没考上。后来慢慢就有了摆烂之嫌，明面上也在努力，但更多是做给父母看的。其实大把的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王者荣耀上。这眼看马上要过了考公的最大年龄，快瞒不住了，他又开始紧张起来。我一直觉得考研考公都是不错的出路，真要有备考的决心，要么是破釜沉舟，全身心投入，速战速决，要么是长期作战，合理规划时间精力，边工作边备考，不能是两个都要，又想不工作又想长期作战，那不如叫长期摆烂。其实啃老一直是东亚三国的共性问题，同样的竞争压力大，同样的生活成本高，同样的社会内卷严重，再加上这几年的疫情影响，真应了那句调侃，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拿韩国来说，虽然是亚洲少有的发达国家，但收入极不稳定，大学生失业率创下过超 10% 的记录，房价也居高不下。首尔的房价大概是14万每平，韩国人的年收入中位数是15万，也就是说一个韩国人要不吃不喝93年才能在首尔买一套100平的房子。这一点或许我们也感同身受。这3个国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背负了很多既定的目标，高考、就业、结婚、生育，翻过一座山，原以为到达了终点，不成想只是另一座山的起点。被现实鞭挞的体无完肤的年轻人，索性开启摆烂模式，不工作、不结婚、不生子。除了社会原因，家庭教育也难辞其咎。啃老族占比最高的年龄段，刚好与最初几代独生子女的时间相吻合。大多数孩子从小被父母宠爱，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较低，再加上他们的成长过程完美享受了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，束缚惯了，自然接受不了1个月4000左右收入的落差感。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观念，一些父母直到孩子长大也难以完全放手，不给孩子成长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被啃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有钱的自然没问题，人家那叫继承家产，没钱的父母则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。他们干年轻人不愿干的苦力活，把微薄的收入都交给孩子，帮他们减轻压力。虽然所有人都默认养儿防老，但儿能否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就不好说了。然后就是个人原因，除了身体疾病和心理障碍，其他原因比如工作不顺利、压力太大、不愿与人交往等，与其说是客观因素，不如说是自己为了安心啃老找到借口。外界压力再大，也不能转嫁给比自己更弱势的父母。不知道被啃的父母会不会有崔洪植老人一样的担心，自己100年之后孩子无法自理，只能用别人丢弃的垃圾填补内心的空洞，与其被巨婴消耗，真不如孤独终老。最后想说，啃老解决不了个人问题，更解决不了社会问题，它只是逃避现实的懦夫行为。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即便把路走死了，从头开始，也比自飞双腿强得多。很多小伙伴觉得自己沟通能力差，是因为内向社恐，平常也不怎么说话。事实上，说得多跟会说话是两码事。一个人满嘴跑火车，你不仅不想听，甚至还会反感。但如果一个人3-5句话就能让你听进去，听得懂，并且认同，那他一定是个沟通高手。所以不是咱们嘴笨话少，而是没找到技巧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如何不锻炼口才，不扩充词汇，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沟通能力。相信我，坚持看到最后，再老实的人也能轻松拿捏各种社交场合。咱们跟人沟通目的无非2个，让对方认同我们的观点，或者按我们说的做。但要达到这2个目的，关键不在于说什么，而在于怎么说。因为大多数人的立场和行为不是由道理决定的，而是由情绪决定的。对方不喜欢你，你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说服他。只有他认可你这个人，你的话他才会听。
所以动之以理之前要先晓之以情，你把他情绪搞定了，沟通也就成功了一半。充分表达尊重，你可能会想，怎么聊天之前还得先给人磕一个？其实非常简单，给大家分享3个超好用的技巧。第一个，不吝赞美，就一个字儿，夸。我发现咱们就是比较内敛含蓄，不像那些外国人动不动就 nice good job。 但是话说回来，谁听到赞美的话不开心呢？别人喊我一声帅哥，我能高兴一整天。问题在于大家都太少去夸别人了，不过越稀有就越珍贵，这刚好创造了机会，别人不夸你去夸，不就显得你更会聊了？人都是相互的，你让他开心，他也会让你开心，这个时候你再提要求，是不是就容易多了？具体怎么夸呢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嘴笨，只会卧槽牛逼。牛逼！其实不用什么高级词汇，咱们就记着2点，细节和对比。细节就是不要太笼统，你穿的真好看，跟今天的上衣显得你很白，太美了。很明显后面这句更真诚，也更让人开心，对吧？你要找不到细节没关系，咱就用对比。你今天穿的真好看，一般人可穿不出这种气质。你看前半句也挺笼统的，但是你加了一般人作为对比，瞬间就真诚了很多。如果你对比还不会，那就直接直男夸就行，毕竟别人都不夸，你夸了不管好不好都比别人强。所以沟通的时候你就多赞美对方的观点，即便对方说的话你不是完全同意，也不要着急否定，可以先局部肯定再否定，不然对方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你来一句我不同意，人家肯定不开心。你可以说你非常认同这几点，然后那几点你觉得可以怎么调整，这种沟通氛围就友好很多，对方也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。第二个，肢体语言。以前别人找我沟通事情，我都是上来就说行说吧，这样也不是不妥，但之前公司有个领导他就很会来事儿，他在跟别人沟通前会先说一句稍等下我把手机静音，就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却传递了一个关键信息，别的都不重要，现在只跟你聊，这会让对方感觉被尊重了，那自己也会回应尊重。这个做法咱们还能迁移一下，聊着聊着来电话了，这个时候不要直接挂掉，而是接起来然后说晚点给你回过去，这会儿有重要事儿。这句话不是说给电话那头的人听的，而是说给跟你聊天的人，放心，他听了一定超级开心。在聊天过程中还可以注意一点，肢体语言同步，就是双方沟通时也会下意识地观察彼此，如果你的肢体动作跟对方同步，它会产生一种被共情的感觉，比如对方说的火热，身体不自觉前倾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凑近一点，他就觉得你在用心听，千万不要他身体前倾你战术后仰，那样多少有点尴尬，对吧？最后当他说完一段话，你大可不必立即接话，而是思考1到2秒钟再反馈。这个简单的停顿，一来可以让你整理思路和语言，二来也能让对方觉得你在认真消化他说的内容，接下来你的话他也会重视起来。第三个，理解对方。如果沟通气氛不太对，比如对方表情逐渐失控，音调逐渐升高，这个时候咱不要跟他吵，直接动手。这个时候咱们要先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，把双方情绪拉回到安全范围内，再正向引导。举个例子，你经常加班回家晚，你老婆不开心了，跟你吵，天天不回家还过不过了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触碰2个红线，一是让他理解你，他正气头上你还提要求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二是翻旧账，之前你不是也经常回来晚？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只能帮你叫救护车了。不管你要怎么解释，都可以先加一句我能理解你，我要是你我也生气，这样一句能解决很大问题。很多矛盾都是因为他觉得你不理解他，你觉得他不理解你，所以要消除矛盾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，都要表现出理解的样子，这样他就会觉得他的坏情绪被你接纳了，你们不是对立的，情绪也会变得缓和，然后你再解释一下原因，哄2句基本就没事了。情绪 OK 了，咱们再来聊聊情绪背后的事实。其实沟通有3个要素，这3个要素就像洋葱一样，最外面是情绪，中间是事实，最里面的咱们先卖个关子。很多沟通只停留在情绪层面，因为这一层就已经很冲了，聊不下去了。但情绪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事实，这些事实也是影响情绪的元凶，所以搞定了对方的情绪，咱们就得说事儿了。这里也有2个技巧，第一个，只陈述不评论，就是通过观察陈述客观事实，有一说一，不吹不黑。比如孩子考试没及格，
老爸说他没考好是事实，说他笨死了就是评论了。再比如你这周上班迟到2次，老板说你迟到2次这是事实，说你经常迟到就是评论了。事实不会引起争议，但评论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而且评论哪有客观的，不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吗？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来聊事儿的，而是来找茬的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所以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尽量规避一些跟评论相关的词，比如笨、懒、坏这些负面形容词，或者总是、永远、每次这些模糊的频率副词。另外，即便是事实，也不要拿陈谷子烂芝麻当现在的论据，只要翻旧账就容易吵架。如果对方总是用过去时，你就引导到将来时。比如他抱怨上次那个项目失败是你的问题，你就回他翻旧账对我们拿到新项目没有任何帮助，一句话让他闭嘴。第二个，保持开放性。沟通有个难点在于，你知道的事实跟对方知道的事实是有差异的，就像这样2个圈，重叠部分是你们的共识，不重叠的部分是彼此的盲区。盲区越大，沟通起来也就越困难。保持开放性沟通，就是让对方把他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事实呈现出来，你好从中找到盲区，消除盲区。还拿上面的例子啊，孩子没及格，老爸说下次必须及格。你上班迟到，老板说再迟到扣薪水。这些话对方只能回答好或者不好，然后结束沟通。如果换成开放式沟通，老爸说咱们聊聊哪些题没有搞清楚，老板说生活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没准我可以帮你。这些话对方不仅听着舒服，而且能给你反馈事实，从而进一步沟通解决办法。具体怎么开放呢？咱们只需要记住2个关键词。一、问题开放。你的问题不要让对方只能回答是或否，而应该让对方多给你补充信息，像愿闻其详、展开说说、欢迎补充之类的。你要不想让对方说太多，至少也给人家几个选项。比如你约女朋友看电影，你想看科幻片，你问她看吗？她说不看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你可以找2个她更不想选的选项，比如问她看科幻片、恐怖片还是战争片，她一想还是科幻片好点，这不就如你所愿了。2. 避免自嗨。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在沟通中让对方觉得他很牛，而是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牛。比如你跟别人聊一个电影，他问你喜不喜欢某个角色，你侃侃陈词说了半个小时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既然问了这个问题，他一定也有一些看法，而你独占了话语权，多少会让他有些无语。而且万一你的看法跟他相反，是不是就更尴尬了？你可以先简单说2句模糊的评价，然后把问题抛给他，再顺着他的看法衍生自己的观点，这样他就会觉得哇塞你太懂我了，感觉碰到了知己。你们不仅聊得开心，关系也会越来越近。而且这个方法能让你跟所有人都聊得来，这恰好是情商极高的表现。双方都把事实摆出来之后，彼此的盲区也就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就到了沟通3要素的最后一个要素，目的。所有的沟通都是有目的的，达到了目的才算沟通完成。所以目的包裹在情绪和事实的里面，是洋葱的最里面。但到了这一层，你会发现它就像洋葱的芯儿一样，不仅不会又辣又冲，反而有点甜。一般人们在提要求的时候容易犯2个错误，一个是喜欢用通知甚至是命令的语气，我要什么结果你得怎么做，这总给人一种感觉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没有人愿意被改变，我要听了你的话就意味着我被你打败了，我肯定不乐意。第2个错误是只有目标没有方案，前期沟通不具体，后期就容易扯皮。我说我通知你了，你说我没讲清楚。针对这2个问题，第一个办法是统一立场，只需要在沟通目的时把你换成我们，目的的性质就变了，不再像是我丢给你的一个东西，而是我们站在统一战线去实现它。比如领导跟你说明早开会不能迟到，换成明早开会咱们都提前到。老婆对老公说你天天能不能回家早点，换成我们连一起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老爸对孩子说下次考试你必须及格，换成我们一起加油。怎么听都是后面那句更让人舒服，对方也更愿意接受，对吧？第2个办法是明确方案，就是在沟通目的时顺带把具体的执行方案也加上。上面这3句话再扩展一下，就是明早开会咱们都提前到，考虑到高峰期堵车，大家把闹钟调早半个小时，我们连一起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不必要的应酬少去一些吧，如果临时加班至少也给我发个短信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加油，我看你物理的力学部分不太好，不如先从这儿开始练习，半个月咱们看看效果如何。
这样说，你要的结果，对方怎么做以及做的时效都清清楚楚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你的要求下改变，而是你们在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所以也更愿意配合。卡耐基说过，你要说服别人同意你的观点，你就要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观点。也就是说，本质上没有人真正被别人说服，听或者不听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。上面这些方法就不需要咱们有多能说得多好，而是通过表达尊重，保持客观和开放，共建解决方案，先搞定跟我们沟通的那个人，在这个前提下再沟通其他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，对吧？